08年错过了美国股市触底反弹的投资机遇，13年又错过了加密货币的风口。But it's okay, because 习主席说的没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们终于迎来了 ChatGPT。台子错了啊，是文心一言，咱们国产的。好啊，这边肯定能过。开机。虽然咱们国产的文心一言无法百无禁忌地访问各类文件和信息，更是无法回答敏感问题，但如果各位不给予国产品牌信任与支持，那就是不爱国，是中国人就用文心一言。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今天我想聊聊 ChatGPT，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很多人都已经大聊特聊过了。说实话，当初我都不太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一个 AI 聊天软件捧得这么高，颇有一种大的终于来了的感觉。直到昨天早上，我作为一个经济系出身的人，怎么也想不起来经济学里专门用于描述劳动者学历高却得做低技能工作的专用词是什么。我问了 ChatGPT 之后，我才发现这玩意儿有多厉害。Not only did it help point me to the right word, but it provided a pretty darn accurate Chinese translation. 同时也很清楚地阐述了可能导致这类社会现象发生的因素，以及如果这个社会普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所有引申出来的相关问题，它都可以快速地给出简洁明晰的回复，甚至可以结合中国的经济情况和它的政治制度做出相关分析。In my head, I was thinking, wow, that just saved me like an hour of research, man. And then I thought about how much time that'll save me every week, every month, every year, over my entire lifetime. And then I felt like Neo seeing the code in the Matrix. Once everyone unlocks the potential of ChatGPT, then we will all save so much time over our lifetimes. Time that could be spent doing other projects or spending time with our loved ones. How incredible, how lucky we are. Wait, 中国人呢？中国人怎么办？你我都知道。被百度号称能够高效便捷地帮助人们获取信息和灵感的文心一言，如果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挚友维尼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或者新冠病毒的起源类似的问题，他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也很搞笑，但以小见大，就能反映出中国的 AI 也无法摆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AI 的命运。无法百无禁忌接触和获取各类信息和数据的 AI， 它的准确性也就难以提高，同时也无法获取网民无过滤的真实反馈。这就注定了这个本来可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创造方式的人工智能无法达成它的使命。就比如说，有2个同时在学习英语的学生，其中的一个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教材进行学习，而另一个学生不仅可以通过官方的课本进行学习，还有無限的英文影视作品、英文歌曲，甚至可以自由访问美国任何社交媒体平台。Hey, just working hard so I can please you. 他们长大之后，谁的英语会更 good？ 会更好？这就是 ChatGPT 和文心一言之间差距的本质，也是中国用户和西方用户差距的本质。这样的差距将会不断的扩大，而且拉开差距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因为后一个学生能够学习的速度更快，那么他就可以更快的使用这一门新技术进行创造，同时释放大量可由 AI 代劳的劳动时间，而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去做他想做的事儿。千万不要忘记 the value that we derive from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is not limited to production. Time saved from more efficient work methods can be us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your loved ones, leading to a happier and hopefully more fulfilling life. 我们之前聊过很多中国政府审查机制带来的弊端，比如艺术被阉割、无法自由发展、刻意制造信息差，使人们彼此对立等等。这些已经在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生态。而如今中国审查制度已经显露出了更大的弊端，那就是它将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更是会使中国人的行为认知模式滞留于一个逐渐落后的阶段，而无法与其他世界公民一起迈向未来。如果当年的中国没有进行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人也享受不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福利，感受不到生活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同理，如果中国不能抛弃阻碍 AI 发展的审查制度，短时间来看，中国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无法被 AI 惠及。长时间来看，20年、30年之后，中国会不会如朝鲜一般被抛弃、被遗忘？应该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但其实这有一点点可能的。像 ChatGPT 这类 AI 不仅会极大的提升西方高科技的进步，而且会使这个进步的速度也逐渐加快。科技的进步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增长的。换句话说，未来10年会发生的进步将比过去的10年要大很多很多，而且这个进步的速度也只会越来越快。中国所谓营造更好、更安全的网络环境的审查制度，则会越来越向大家证明，这其实才是阻碍你们获得更好生活的最大绊脚石。尽管中共依然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大撒币，但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最关键的还是创造力，而创造力就无法与审查制度并存的。所以过去大撒币的方式，大撒币这个词太搞笑，大撒币的方式也无法改变中国将继续在 AI 赛道上处于劣势的现实，并且这种大撒币能够换来的价值也会越来越低。大家就看看孔子学院每年10亿美元的开支，换来的只有一个乐乐法力，多么不值呀！你们怎么看呢？对于 ChatGPT 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将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恐惧呢，还是兴奋？我是乐乐法力，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 ，Peace。